最近，美国又乱了。2026年2月20日，美国最高法院突然宣布，特朗普总统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反宪法，必须立即停止，并全额退回所征费用。很多外国网友第一反应是，美国是不是开始内斗了？总统和法院公开对抗，这国家还能正常运转吗？他们越乱，是不是对我们越有利？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：美国越乱，反而越稳定。而这件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如果你能看懂这一点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200多年里经历无数危机，却始终没有崩溃。今天我们讲清楚3件事：第一，为什么美国总统会被法院拦住；第二，为什么连自己提名的法官也可能反对总统；第三，这种混乱为什么反而让系统更稳定。一，美国最核心的秘密，权力是被拆开的。很多人最大的误解是，总统拥有美国的最高权力，其实不是。美国建国时就故意把权力拆开，这就是写在美国宪法里的3权分立。你可以想象成一家大公司，总统是 CEO， 负责执行；国会是董事会，负责定规则和管钱；法院是独立审计机构，负责监督。这3者互相牵制，没有谁是绝对老大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因为美国当年刚刚摆脱英国国王统治，他们亲身经历过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：与其相信某个伟大的领导人，不如相信规则。二，这次冲突的核心，谁管钱？这次争议其实触碰到了美国制度最敏感的一点，谁有权征税？在美国，征税权属于国会，而不是总统。原因很简单，当年英国国王随意征税，引发了独立战争，所以美国建国时把钱袋子牢牢锁在人民代表组成的国会手里。而特朗普的问题是，他绕过了国会。2025年，他宣布对全球多个国家加征高额关税，依据的是一部法律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》。这部法律本来是干什么的？是在极端情况下，政府可以冻结敌国资产，实施金融制裁。但整部法律从来没有提到过关税。特朗普政府的使用该法的逻辑是，既然我可以冻结资产，那么加税也可以。而最高法院的回应非常明确，冻结资产和加征关税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·罗伯斯指出，如果总统真的有这种权利，必须由国会明确授权。换句话说就是，法律没给你的权利，你不能自己创造。3，最震撼的一点，自己人也可能反对自己人。真正让很多外国人看不懂的是，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居然支持限制他的权利，比如尼尔·戈萨奇、艾米·科尼·巴雷特，他们都是特朗普亲自提名。为什么也会反对？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，没有人能撤他们的职，一旦上任就独立于总统控制，只对宪法负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权力属于制度，而不是个人。4，看起来很乱，其实是在自我修复。很多国家权力出现冲突，往往意味着危机，但美国的冲突恰恰是一种修复机制。当总统权力扩张时，法院会限制；当政府行动过度时，议会会制衡；当对抗升级时，法律来划清边界。这次判决就是一次系统的自我调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特朗普当天就推出了 B 计划，改用另一部法律——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。这条法律允许政府临时调整关税，但有严格限制：150天的最长期限，税率上限15%，还必须符合特定条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套系统不是为了完全阻止政府行动，总统依然可以行动，但权力被重新装进规则的笼子。这就是美国政治稳定的来源。冲突存在，但都有边界。5，为什么这件事对世界更重要？这次判决不仅是美国内部事件，它改变了全球贸易的博弈方式。第一，总统未来很难绕过国会发动大规模贸易战。第二，全球企业获得更多时间和空间应对变化。第三，这150天成为关键观察期，接下来几个月，美国经济、外交、政策都可能发生变化，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工具。6，真正的结论，稳定来自冲突，而不是一致。很多人认为稳定就是没有争吵，但美国的逻辑完全相反，稳定来自于制度化的冲突，让不同权力互相制衡，让任何人都无法独断。但制度的核心是规则优先，而不是个人优先。只要规则还在，系统就不会垮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治看起来很混乱，却长期保持稳定。最后想问你，你觉得这种制度是效率更低，还是更安全？美国这种越吵越稳的模式，真的更先进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想继续深挖国际政治和制度博弈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